我心里有数。刚才我添2下，是把浓墨吸掉一点，然后再一点水，心里就我要有数，我是在干什么事。这里呢就画的要比较松，不要像这里这么紧。你这里就很随意的，哪怕画坏了没关系，它就起一个什么对比作用。这里比较软一点。这个一张画里面吧，要有一点地方画的邋遢一点，邋遢南方人懂，你们邋遢意思明白？邋遢一点。这个钱钟年钱老先生他就说，一张画里面要有一点邋遢的地方，画的好像画坏了，实际上这个地方画的很松呢，有利于他。就是他画的很随意，他可能就是这个随便点一点，这个甚至是觉得单独都不太好的样子，有意的，他是为了这里的马虎，突出这里的这个强大。因为我们的时间少，我可能在家里或者你们画画的时候，比我还可以慢一点。还可以画的变数再多一点，就是说你还可以看看再加一点，看看再加一点，就这些地方你看看，哎哪里缺一点嘛，再加一点啊。要有这种耐心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想，又画坏了，不要想，好不好？不要去想这个问题，你看看，这个时候觉得不好，哎再来一点，哎，一定要放松。这里需要一个浓墨块。我今天因为考虑到大家的效果，我有意不用宣纸画，跟你们一样的，就是你可能你回去以后你可以体会一下。好，我把这个小坡也画起来。用笔肚子。老师，你这个笔好，这什么笔啊？好神！就是狼毫笔啊，就是纯狼毫笔啊。真狼毫笔，我们那都是假的狼。哎不，你那个是有一部分可能是不太好，它不会，还行，就是你这个效果应该是还是能做到的啊。他已经花了多少时间的笔了？你的新笔还跟他？我还有新的不好啊。新笔不好，新的你的是旧笔才好。这个新笔呢，它就不太听话，画最后它也柔和了，你呢也熟悉了。颠倒了就用粗笔，就就是熟悉了以后，就别来对，很特别。新的都另一个成绩。那这个是看看啊，感觉一下。就到我这里去了，我笔还有。我只是旧笔没新笔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纯多纯，故意看不是。我看这就是我是的。现在大部分都是，哪有真狼？这是5颗的真狼好几个，意思可能不加。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这个参考的这个书籍，甚至很多有的是很多大画家，特别大的画家，他出的这个怎么画山水画。我呢不太赞成各位呢去学那种，为什么呢？有的特别像陆延绍的画，大家知道这个画家，这个陆延绍的画呢，他画的非常非常好，但是他的个性太强烈，不适合初学。像这样的画呢，它的规矩，你将来怎么变，你往他那个方向变，往哪个方向变，你都有余地。所以我不太赞成大家去学那个陆延绍那种，因为他出的很多，大家在国内很容易买到了，就怎么样画山水画这样的书。
不断的变化你墨水的颜色啊。既要看跟他学，也要看我自己这张画的整体感。有的时候你不要光顾他，你光顾他，你一个一个局部的过过来，你自己不协调了，你还要顾到自己的这里的协调感觉，哪里多就缺加一点没关系。这临摹画，因为没有人去真正考究你跟他是不是每一笔都像，你要考虑到我自己这幅怎么样。它这里还多一个小层次，它这个小层次呢是在后面的，那么比较淡的墨在后面的，他画的是这种小树，那么我们也照他的画吧。这是小树，可能他树叶都没有画，就直接，他树叶都没有画，他直接就用颜色点的，我好像太小了，它很次要的东西了。给他这里有两所小房子。小房子的用线呢，稍微的挺一点。你比方说啊，这个时候的线条你尽量的刚直一点，看不清楚了，不管了，大概意思啊。这有个两个小房子，那么这里还有一些小树。远处的两个山头完全是颜色的，所以我就不用画。待会儿我们颜色试试啊。现在各位几点了？差不多啊，那我尽量来啊。4点55。不要拖得太厉害啊。因为它这张画呢，它是有颜色的，有些东西我现在这里看不到它的颜色。反正我们有颜色，有些东西你看是没有。我大概晓得，大概我记得，OK，大概记得，行。这是好。对，待会儿您放着，我待会儿说不定看一下啊，我再顺便讲点颜色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大家就是我们以后要专题讲，就是这个画云的。这时候你考虑的是这里的空白的这一块，你怎么让它像云？不要光就是你考虑到你这个，不要光考虑到山，还考虑到它白，这个形状很重要。这个形状。像这么大的墨，几乎干了以后一点点，但是还是需要的。这个并不是画国画有一个重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就是湿的时候和干的时候的黑度是不一样的。
干的时候灰一点，适当的考虑到你让它过一点。他们这些大画家画画也是要这样，一遍一遍加上去，加到自己满意为止啊。修理画还怎么样？说是大胆落笔，小心收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看看哪里差一点，再来，叫大胆落笔，小心的收拾。寸子上面，点子上面也可以寸。所以我一直在讲，就是画山水画，毛好嘞，松好嘞，干好嘞，毛就是这个，就是画的毛毛的，好看。松用笔很松，这种踏踏实实的笔不能多，只能在画上，大部分的线条是要松的。抖一点，抖的。好像很多是颜色。这个时候呢，水里面的小石块，用笔要干净利索，它是提精神的。这几块石头不能够平行，这很重要。这个石头这个精彩的地方，往往就是这些小石头，它跟两边的关系很用心的把它找准位置，好吧？我来上颜色吧，虽然没有干透，不管它。哪位帮我换个水？谢谢。因为画颜色的时候呢，需要一点清水。还有个小人是吧？哦，这个还有船。这个都是这种都是小意思上啊。它这个船就一笔，这连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不管它了。可能是一个什么，不管它了，还有一个人就行了。实际上，这个柳叶还可以再画的丰满一点，就是这个再变化多一点。你慢慢看哪里缺一点，不要急。我们今天马虎点啊，大家别让它。因为你现在我回去的这支笔，墨的颜色跟你前面画的肯定不一样，加上去，人家以为你是有意的丰富的，实际上你也无意，因为你现在的笔跟画前面的笔，你早就墨色变了嘛。谢谢啊，那么，国画的颜色里最少的有12种，
我今天带了10种，少了一个白和黑，那个白和黑是大家不用的。用的最多的4种颜色，一种叫赭石，一种叫花青，一种叫藤黄。这3种颜色是用的最多的，这个颜色很便宜，它在网上很容易买到一盒的。这3种颜色是用的这个传统山水画里用的最多的。西洋画颜色就没有这种花青的颜色，它就是好看，就是好看了。那么我们先做一个，一般来说，因为它今天我可能会出点毛病呢，就是它没有干透。一般来说干透了再去上，它会把这个。今天我不考虑那么多了啊。那么赭石是干什么呢？赭石首先是把这个山呢的勾勒的部分和一部分春，用一点赭石把它重复一下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太漂亮了，加一点墨；太漂亮了，我加一点墨，就是这种颜色。我把山的主要的皴法，我复一复。主要的不是所有的线条啊，我加了一点点墨，一点点墨在里面，让它不要那么太鲜。把它的主要的这些线条，把它复一复，增加它的厚实感。这个皴的部分不要每条线你都到，你都可以把它复一下。这个赭石的浓度呢也不一定，就是这个可以一会儿深一会儿浅。这是上海造的颜色，很容易买到很多很多，应该说不会买到假货。你来说。啊，这个因为它的需要量有限嘛，毕竟专业嘛。你说有多少人去在为它做假呢？也有，也可能啊。我想这个牌儿，玛丽这牌儿是老来，国内就这个，啊，就是它，没有别的，盒子可能跟这个不一样，对，就是玛啊，就这个东西。用赭石呢，先复一复。这个复一复很重要，那个山的那个体积感会有帮助。所以画山水呢，这个一年你画不完一刀纸，它这个很费功夫，很费功夫啊。所以画花鸟的话，你这个用纸就太厉害了。那画这个山水呢，你有的是你可以慢慢的画。古人5日一山，10日一水。他就是说，我5天我才画一个山，10天才画出一条水来，但是这夸张的说法嘛。他就是说你不要急，慢慢画，慢慢画，慢慢。现在出的最大的可能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没有干而造成的这种现象。拿那个宣纸压一下，它不行，它不行，不行，邋遢。就是压一压，压你之后，那个墨吸走以后呢，也伤精神啊，伤心。哎，也伤精神。我有时候拿水，压，你吹用电吹风倒是可以的，电吹风可以。哎，一般多长时间能干？半小时。半个现在空调房间里快得很，现在干了吗？空调房间快得很，现在是因为你在家里不急嘛。房子最好勾一勾，没关系，我看一眼就行了。那你那个颜色怎么到处都用啊？房子也用这个颜色啊？房子勾线勾勒，哦，稍微勾一勾。但是我房子可能这个房子本身的颜色呢，我不会，它这个帮助它增加一种厚实感。这个手挡住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这个呢，你不急啊，你看看，在家里画的，你慢慢来。
用颜色次序的话，先用这个颜色是吧？一般来说呢，你画山水画呢，你先用赭石把你的山先再皴一遍。你看他的这个图，哎，你看他的这个山水皴都皴过了，那他又加过一点，但不是每一笔都加，每一笔大家不见得好看，看到吧？这是一种很规矩、很传统的画法。你别看这点颜色一表出来，都在清清楚楚，都跑不了了。那么为了时间，我就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干透以后呢，还用这个颜色，但这个颜色呢更淡，比这个更淡的这种赭石呢，把这个山体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山体染一下，哎，可以用羊毫笔了，用羊毫笔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不能染，为什么呢？墨也没干透，这个赭石也没有干透，这个呢就非常淡的淡赭石，大家看出来吧？就比这个颜色还要淡，大笔，羊毫，涂的时候注意把匀留好，不要去惹这个匀。哎，这个我今天现在可能这个画，我把远山我告诉大家什么颜色。当然我再讲一遍啊，就是说你用笔，我这个再淡的墨水，用大笔羊毫把它染一遍，不要求一样深，可以有深浅。这些地方不要让它同样的拼涂一个颜色，有深有浅。上去以后不要乱修，等它干。你不要看着不满意赶快修，别修，等它干，干了以后再修。这个就是染这个山头了。那么我们画这个远山，远山一般用什么呢？远山就是用这个叫花青这个颜色。这个花青这个颜色呢，哎，嘎就事儿啊，随便找点什么，盘盘叠叠的，几乎不要钱。上海你这是水不要的是水彩颜料吗？还是别的？中国画颜料。中国画的玛丽牌的。水彩画的颜料有毛病的，就是它可能在裱的时候它会跑，它会跑掉。什么叫跑？就是说原来这里它跑开了，它会冲出去。哎，那么这种颜色呢？中国画的有去可以买这玛丽版，我觉得。就是玛丽，就这个，没别的。那么这个的花青颜色是这个颜色，大家看到吧？换一个大。哎，这个颜色，这个我准备画山的啊。这就叫花青，这个颜色是有点像旧社会那个妇女啊，穿的叫什么阴丹丝绫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那种土布蓝颜色，很好看。那么我们现在画这个蓝颜色呢，也是喜欢加一点点墨，不让它那么漂亮。哎，吴湖帆他也肯定不会规规矩矩的用这个花青颜色啊来画。哎，那么我们画这个山啊，都是水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笔颜色我不是全笔，你看我下面带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一直让它里面有点水，让这个下面带上面深啊。两个山的形状不能一样，就吹下去，好吧？这边再加一个山，这个颜色呢，花青稍微加一点点墨，它这个颜色呢就不是那么俗气了。这个笔呢，这里淡，这里浓，它自然的会形成这种情况，啊，这种方法同样可以用在树上。那么这个树的颜色不能完全用花青了，要加一点这个藤黄，这三种颜色把它用好就蛮好。叫藤黄，这个藤黄是跟西洋画里面的这个淡黄不一样，西洋画淡是鹅黄，鹅黄，鹅黄不行，不行，太红了。这种黄颜色呢，也只有中国人有，它和西洋画里面的那个淡黄不同。那个柠檬黄，我们经常说柠檬黄，对吧？柠檬黄偏冷，它这个偏点暖。这个颜色现在都是化学的了。过去那个藤黄是一块一块的，都是
死人的，能毒死人的，一块一块的。你现在都是化学做的了。那么这个画树的时候呢，就要把这个黄也加一点进去，就有一点这个颜色。同样我还是喜欢加一点墨，这个墨加的很有限啊，让它绿了。这个画柳树是吧？同样这个时候的笔呢，它这个是活的。那么我们试一试啊。这幅画我带回上海去裱好。这个画的不好，我下次专门我已经画好不好？我已经看得很好了。我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时候顾不到，又要讲话，又要考虑到比较。不要，我给你画出另外画，欠你一张画，好吧？那么就这样画，你不要管它，你就让它这个时候呢有好多白，对不对？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说，别管它，干透以后，再用比它更淡的颜色盖上去。那么那个柳树它那个复杂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它还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它是平的，它平的。它是一次性。那么我是觉得你这样，你就这样刷一刷以后，等它干了以后呢，是不是用石绿？不是用石绿。这个地方不能用石绿，就是石绿不能用在这种地方。不能用的。不，石绿用在山头，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山头呢，它跟它这个不同，是这个是赭石，有的山头有绿。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图里面就有石绿的，那就是上石绿，也要等这个颜色干透了以后做底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石绿这种颜色呢，它是矿物性的，它会往纸里边沉，会沉。那么我第一遍的这个颜色，我如果像刚才我画的这样，如果我让它干透以后，它有胶嘛，封住，把纸给封住。那么第二层的石绿呢，就透不下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是不是要走了？好像不能够再拖了吧？